追我们来了，你快点走吧。上一集，因山谷被封无法出去的欧心理和荣珠宝返回度假村求助导演组。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出现异怪？真 PD 他知道啊。随后众人准备前往仓库寻找被异怪病毒感染隔离的真 PD。哟 ，PD， 这是不是就是发干？手指头也有。不料，真 PD 被悬吊在空中，指尖与嘴唇发干，但体温无明显下降。现场搜证后，初步判断为机械性窒息而亡。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同处节目工作区的何小马、大嘉宾、魏制片、新技术、浩实习当中。凶手做了让你们所有人以为他被感染了，要把他关起来。真 PD 被异怪感染是凶手杀人计划的一步吗？为何热成像仪没能扫描到位于1楼仓库的真 PD？ 这期间他又在哪里？9点派探测机器狗一直扫描到了10点，扫描了一整个楼，都只有5个人。这里有2种情况，一个真在9点钟已经被杀死了，但是这跟侦探后面看到的不符。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真没有在1楼。凶手又是如何完成延时死亡装置，混淆众人视听的呢？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案件分析一切全搞定。感谢鸿蒙2合1平板电脑、华为 MatePad Edge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觉得还得搜。我们先去趟仓库吧。1层到了。只能是打开那盖了。我把它拆下来看。手动能拆吗？它。哇，是什么？哎呦喂！哦，封死的。你慢点，你慢点。已经到顶了，不是这个是吗？我想看见这个头可以吗？这个线头，这个就跟那个是能对上的，剪了一块就是这个，跟这一模一样。完了，为什么？而且这儿的还有一个，这里有空间。这里面还能进去哎！这上去看一眼，它通向哪儿？哎，他们，不它还是1楼。哎呦我才能拍啊！这儿可以爬上来，还能上去。这个窗户打开，它可以通向走廊。但那个时候走廊其实是它可以爬进来的，那时候没有异怪。那是不是他可以出去呀？他也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用外面的那个高梯子，可以从外面进去里面。不从楼梯，不从电梯。对。好，那我们先上去。是还得搜。还有个总导演办公室啊。总导演办公室在中庭。因为刚才所有人的故事都没有出来，所以这一轮我们就让大家一起从那边开始往这边搜，好不好？你的，走。好有新意啊！好有新意啊！好有新意啊！
小宝，修狗，哎呦，你还在啊，宝？小宝贝，哦，宝宝，你怎么还在这里哦？宝贝，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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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小狗还在。哎呀，这把还在，这把有人在呢。摸摸小狗，愿望成真，万事不用愁。有小狗都不想看案了呢。宝贝，好，给它吃的了，它可以来吧，搜，朋友们，快搜，把我都搜干净吧。狗衣服里有东西吗？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你想跟谁永远在一起？这是道具，老师，我们这是个恋爱节目。先看，真的让我生气啊！哎呀，你们真的赶紧帮忙了！来，我们来多找找，像这些地方，对，高的男生们帮忙吧，我个儿最高。对，确实，你看这儿有一手机。哇，哦，什么？怎么把我手机找出来了呢？啊，老年手机啊，哇，得这么看吧啊，这字儿这么大呀啊！爷爷报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进组了，我肯定能学到真东西。您玩您的，我卷我的，咱爷儿孙俩一起冲，太好了，咱家要出大导演了。当代综艺编剧10大酷刑，这篇写的太真实了。今天第10版人物又被毙了，领导说要的是哲学层面的怦然心动。哲学层面的心动到底长什么样啊？什么哲学不哲学的？2个人看对眼了不就得了吗？早点说也别熬坏了。遛狗钟啊，怎么还养上狗了？咱们自个儿照顾不好，不是昨天5点才给我打电话，咱们7点就醒了。乖孙出什么事了？哪儿不舒服？然后告诉爷爷哪里难受，别怕，爷爷在冰岛买了最早的航班回来了。1月10号，这是1月10号的事情。对，我孙子之前是毕业于非常著名的一所戏剧院校的导演系的。我退休以后呢，我的目标是环球旅行。然后有一天，我孙子加入到了这个 S 家的这个夕阳红之恋当中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孙子其实得了抑郁症了。然后我就想要调查看看为什么抑郁症了？为什么我孙子得抑郁症了？所以当时我就那张海报看到嘛，《夕阳红之恋》，我就说就是他了。我一找发现，其实这个节目组也做了这档节目，叫《前任们的恋爱》，我就加入到了这个节目组。但是其实这些成员已经全部换过了，全部都是新的成员了，根本不了解我孙子那些事儿。对啊，但是那个《夕阳红》这个节目的总导演也是真吗？真不会换的，真 PD 就是真 PD 没换，但是其他下面的人都换了。都换了。但我没办法，我还得继续待着，继续得调查这件事儿。说我孙子怎么就变抑郁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懂事听话的孩子。那你孙子现在人呢？在家里呢，抑郁呢？你为什么不让你孙子变得不抑郁，而是自个儿过来这个抑郁？因为我已经想尽办法了，也给他吃了一些药了，然后但是其实发现很困难，所以我就想说，那找到这个原因嘛。你查出原因，他就能不抑郁吗？我得知道吧，我这么大岁数人了，我还不能知道谁弄了我孙子？我们是怕您这么大岁数，您再抑郁了呢？对，你现在情绪，我本来来之前不知道会这样的，来之后才知道我得要这样。那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你看狗玩具一堆那东西，那么一大堆东西。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一个文件夹。实习报告，浩孙子项目《夕阳红之恋》，时间是245年的8月15号到11月15号，导师是真 PD。第一次策划会，我写的创意被当众扔进了垃圾桶，戏剧学院就交出这种垃圾。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做公开处刑。我的日常固定，拿外卖是脑子不行，腿脚倒挺勤快。捡狗绳是快点，狗都比你会看眼色。凌晨修改无数遍的方案，只换来2个字儿：好搜。我曾以为职场压力只是一个概念，直到它变成每天具体的羞辱，被碾碎的表达欲。我会因为一条信息弹窗无端发抖，会在听见你声音时胃部抽搐。
如果这也算收获，我明白了，摧毁一个人只需要日复一日的让他相信自己毫无价值。哦，这是他孙子写的，11月15号，45年，那也就是去年的年底。然后下面是浩实习写的，龟孙是你害得我乖孙生活不能自理了，你给我等着。我生活不能自理。还是等于就是被侮辱，然后受不了了。都是职场霸凌吧。就是因为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带着狗去导了针，带给他，他去 RA 了，他让我帮他整理资料。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东西，我才知道这个真 PD 原来是我孙子的实习导师。我为什么说没有在家里好好的那个照顾孩子，就是找到这个东西之后，我更生气了。所以你才坚持一直照顾这个狗，因为只有把狗每天送过去，你才有机会在他房间去搜集证据，是这个意思吧？那你要因为这事儿把他弄死吗？不至于，也不至于吧？我孙子活着呢。那你孙子也没事儿，你来这儿看了之后，你想做什么呢？我主要是想要了解到底是谁把我孙子搞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办？我怎么办？约架呀，公园约个架。约架？给他介绍对象啊？好老的招啊，查价。查架。查价。你有没有担心你会被他留在这儿？谁？真啊？我觉得直升机上没有你的位置怎么办？哦，我也就这岁数了，你就不走了？所以你非常有可能被他舍弃啊。可是你不能不回去，因为你孙子生活不能自理啊，你必须得去照顾你孙子，他必须要离开这里。那就成立了。你没了吧？我没了，还有没有？来，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还不够吗？很够，很成立。还想要欺负我这个？我们终于理解了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吃苦。对，终于理解。否则是解释不清。还说我土，然后我还吃苦。说你土的又不是我们，你心里贩毒，要不是我们再给你，我心里贩毒也拯救不了我的对，苦。心里每天打鼓。来吧。哎呀，我的话筒又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来一首 Single Lady Single Let it go。嗨，朋友们，好好找一找我房间里的线索。嘿，没接线啊，那嘿。嘿，左边音响，后边。哎呀，这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呢。什么？哦，写的投票结果出来了，有3个人投了你，2个人投了弃票。虽然很抱歉，结果就是这样。你明天不能跟我们一起上飞机了。哎呀，给了你，跟你说了。他这是选择结果嘛？因为没有告诉我们。你们投票是哪天呀？24号早上起来11点，然后才说就是有一个噩耗，说这个才开始投票。你是什么时候他找你的？24号中午，昨天中午跟我说的。对，12点。然后他就把你叫过去了呀，就是这么点事儿啊。我们再找找。香这纸下边箱子太多了，一个一个开。这里有什么呀？好，拉，打开宝藏。哇，把这个取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一件摄影师的衣服。马甲。摄影师的衣服。口袋有东西吗？有点东西。这是啥？哦，这就是我们投的票啊。他把所有这些票都找着了，他去到真的看到我们都投的弃票，可是他真却通知他说是你不能上飞机。明白了，你非常有理由杀了他。你解释一下吧。对，昨天中午真把我叫到了那个会议室，然后呢，就把这个结果给了我，说有3个人投了我。我当时就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大家相处的还是很好的。我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虽然说我知道必须要有一个人会留下来，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投的是弃票嘛，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3个人投我？我就带着这种疑惑去到了他的房间，结果我发现是5张空白票，那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团队中没有人投出去这个票，所以我就想拿着这个5张票
来讨论这个事情嘛，就是为什么会现在有这个结果。对，结果刚想说的时候，他就被关起来了。你本来是准备等他巴拉巴拉完，你就开始跟他对峙。对，我就想当面跟大家说嘛，为什么你告诉是我，可是大家都没有投我。结果还没来得及，他就已经被我们送进去了。对，就正好5个人嘛，也合理，对呀，也合理。我就没必要再说了呀。但是感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走吧，走吧。快上马喽！快上马喽！来喽，来喽！这样的，他在中厅窗外等着你。你在中厅跟谁见了面呀？我收到这样一个纸条，我说这谁给我的？谁在中厅窗外等我呀？我就去了，我就看见了大牛。哇，大牛，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的情感，全部都是那种杀戮的渴望，声嘶力竭的在那喊。他就在窗外待着，异怪是只有爆头之后才会结束的。后来我就拿了一个灭火器，你自己把好朋友给，我就给他砸到他头上，然后他就不动了。那你要接受他的原因是怕他不想让他这么痛苦下去了，不想看他这个样子了。这是哪天的事情啊？抽签抽到了我去外面找物资，然后我跟他去找物资，然后他就变成这样。第2天就收到了这个。22号的时候。那谁想这么虐你一刀呢？对吧？我不知道，那肯定是真的。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认出了这个纸，这个纸是他的纸，就是它后面有花纹，是真的信纸是吗？这是真的信纸。我们再找一找。哎呀，哎呦，这个是啥？抽签。哦，所有的签都是写的他。何小马。所以不管抽到哪个都是你。我后来发现了这个，我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情。这越来越像一场秀，是不是？他就是给你玩各种各样的虐你，对呀，对吧？他跟我你想他跟我公布都在那个机位那儿录下来，他就想看我反应啊。对呀，就是故意虐咱们嘛。对，就每个人他都是，就是想把它拍下来让别人看到啊，这是场综艺啊，他博流量啊，博眼球啊。我觉得有可能。还有一点，他怎么确信就是大牛会出现呢？他想办法让大牛出现的呀，因为大家想看你们一对好朋友如何变成了一个这样子，你如何舍得拿起那个东西打呢？中间有一点不是他能决定的，是大牛是自愿陪我去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去跟大牛说？哎呦，大牛他一个人去好难啊，你要不要陪陪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讲这个呢？但是也得，他也不能判断大牛一定就会同意。对，就是他是随机，我觉得随机的，对，有好多事情是随机发生。但是他原来的故事版本里就会这样，就会是我自己去啊，我会变成那个异怪，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给大牛，也是一样的效果。这个杀机很明确了。走吧，走，去大那儿吧。现在来到的是
大嘉宾的房间，翻一翻。有一个 U 盘，带我插上这个。请您插上小电脑。大嘉宾把柄视频。把柄视频写这么明显吗？哎呦，你有什么把柄啊？1号门。救救我！有人吗？有人吗？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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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郑大作。你在干什么啊，大嘉宾？他把他推出去了。这么难推吗？笑什么笑？很严肃的，这是一个非常让我痛心的视频。3月18号，大作是3月18号逃走的。对，对，3月18，对了。就是不是你听了那个他们俩的对话之后，把大作给弄了？现在还有人喜欢这个鸟人，他都过气多久了？着什么急啊？先别着急血口喷人，你先弄完一块喷我。哎，有张纸。本人大嘉宾向真 PD 保证：一、零酬劳参演《前任们的恋爱》正片节目录制；二、后续衍生节目内容也随叫随到，1分钱不收。啊？你为什么要保证这个东西？因为他被拍到了，他见死不救，要挟他了，明白没有？果然他的计划成功了。你们这些凡人真的是，你看一眼这个视频，就是因为他一直拍断章取义，他只拍我上半身，下半身已经被感染了。我一看他下边，他的腿整个是被咬的，他已经被静脉曲张到这儿了。对，他被咬了。然后我赶紧给他踢走啊，因为我怕他伤害他们所有人。他说他以这个来公布给所有人看，我就是见死不救，把我名声搞臭，所以你就签了这个承诺书。对，那我没有办法了呀。就你这个事儿就这样解决了，其实等于说，我这个事儿解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都拿回来了，他突然结巴，然后所有人送他去那个地儿的时候，我就已经偷着回他那个办公室，把他这个东西拿回来了。那你是什么杀鸡啊？我没有杀鸡啊。明白了，明白了，就这样，走，这屋可以了。这边。最好奇的未制片来了。啊，摸到了，什么东西？手机。有个手机。你的手机，让我来看看吧。说了些啥？美妙酒店，房间号1314，客房2人，客人名称真 PD。然后真 PD 还给他转了4000，小甜豆给他回了一个摸摸。咋？真 PD 出轨了，对吗？出轨了小甜豆，然后被你抓到了，被我发现了，这家伙不老实。你再勾引小甜豆不就完了吗？帮你姐姐报仇。嘿，别说，这还真是个办法。关于前任们的恋爱账目问题说明，自公司突击检查发现存在重大账目问题后，经供应商指认，现已查明真相。由于我监管失职，过分信任未制片，导致其利用职务之便私吞项目资金1600万元。作为总导演，我责无旁贷，特此检举，恳请公司严肃处理。贪得无厌呢。他把我钢笔借走了吗？对，昨天我就去他那个房间去找我的钢笔，我一去他不在，我就开始翻，一翻到一个那个去酒店付款的证明，然后我说他居然背着我姐跟别的女生开房，我说这可不得了，然后又发现
他贪的比我贪的还要更多，他贪了1000多万，而且还准备嫁祸于我。你主要的点是觉得他贪的比你多，对你刚刚的陈述，不是，他贪的比我贪的还要更多，而且还准备嫁祸于我。对，不是，他不是贪的比我多，他主要是要嫁祸于我。他小贪，我那是大贪，现在大贪要小贪背锅。然后大贪还在外面搞小三，哦，押韵了，你才是真正的 rapper。有一幅画，招财进宝。哦，经济犯罪量刑的标准，他那点钱呢是3年徒刑，职务侵占罪大于1500是无期。无期，如果他被冤枉以后，我只想捞点油水，你竟然……别怪我……对，你没看我，你没看我画了一条线吗？这是我的底线。等一下，先把他抓进去，先把他抓进去，你还底线，先把他抓进去，我忍不了了，我这老头儿。等于说他不死你就无期了。他只是要嫁祸于我，但是还没有付出行动。那都检举了，寄出去了吗？这是草稿箱里边的。那杀的最有意义。对，那就杀了很有意义了。你把他一杀，你告诉人家说这是真干的，然后你就没事了呀。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是搁这个东西嘛，就是说搁几个1、2、2、1、1。哎，这有。音浪掀起解密序章，外星人维 C 水暗藏锋芒。当酸甜与旋律精准同频，尘封的门便会应声而开。请先拿起外星人维 C 水畅饮一口，满足每日100%VC，易怪时期健康也能稳稳拿捏啊。哦，这有高音符，这是一个兜一个 Ray。等于都是这个车厘子的，车厘子味儿的 ，Ray 是柠檬味儿的。哆来来哆哆。哦，真开了哇！哦，哎呀，我们得到了一箱外星人补给，补给，谢谢维 C 水。把外星人打开。哦，不一样哦，小旧水强效版啊，它有强效版。恭喜你们抽到了最珍贵的小旧水强效版！这箱小旧水是由 W 星最珍惜的原液精研而成，具有超强保护力。人类炫完一口后，能形成10分钟的隐形保护盾，不惧异怪哦。异怪王炫完2口后，身体将不受控启动魔性旋律整整10秒，转化为没有攻击的异怪王。哦，那我们先干杯，救人了。哎，等一下，我有一个秘密。你说，你怎么还有秘密呢？你作为一个侦探，你有秘密？你已经被咬了吗？还是你要喝一口？要杀小何之前吗？我不是去观察异怪吗？在慌乱当中，然后我曾经捡到过一个小本儿，这上面写着有个异怪的特征，异怪王，原无名谷中的幸存变异者。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被感染者会模仿异怪王的行为，听从他的指令。注意，具备一王退、全军退的群体行为联动机制，建议将其作为高危行动的首要控制目标。找异怪王，所以就找异怪王给他喝水就行了。他喝他跳舞，别人跟着一块领舞。我们自己先喝炫一口。
不是，我们不应该去那个房间喝了之后10分钟吗？没有。哦，对，先走到门口再炫。不听老人言是不是？只要我们让王走掉，其他人就会走掉，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因为我们还有房间没有搜。维 C 水护体，突然觉得好安心哦。我们先干杯吧，我们先来炫一个10分钟。你们谁是异怪王？他能回答你还行，他没脑子。他第一个做的就是他，白毛衣。但他做完了，只有一个人跟过来呀。对，这个格子衣服的没有跟啊。我再看看异怪王的说明书来。原无名谷中的幸存变异者。2个幸存者的名字，一个叫高富帅，一个叫钟点工。我喝了呀，这不喝了吗？我们现在是隐形10分钟，他不会伤害我们。我们现在还行。我可不想出去在他们中间。哎，不是有些人先进来嘛，先进来来这儿嘛。我们先喝点，机不可失。快点，快点，快点，快把容过。高富帅，对，一个叫高富帅，一个叫钟点工。钟点工，他们也听不懂，他们没有脑子啊。这个，那喂吧，喂他。喂吧。渴不渴？你渴不渴？渴不渴？不喝。他要喝，快，他也要喝。快给他。所以你要喝啊，来吧，喝吧。不是，无名谷的谷民。哎，这个男孩他是蓝衣服是我砸的，穿格格衣的。这个对了，给他喝呀。快，大人快给他喝。来了，哥们儿，哎，喝一口，哎，帮你，哎。满足，每日100%维 C。好可爱。的题，OK， 我们一乖乖，拜拜，再见。走了，他们就走了。我以为他清醒了要抓人了，结果走了。真 PD 的办公电脑4字成语，还猜字游戏啊？哎，这里有一个黄色颜料，啊，是不是大的那个裤子的那个东西？还有个杯子，这个杯子用来干嘛的呢？大老师，快来开脑洞！有2辆没有人开的车，要猜一个4字成语。这个人在挥手。这个人在招手，比如说像红色的招手，红紫，就是黄紫红繁，黄紫红繁，紫气东来，不是没有红，
姹紫嫣红不对，万紫千红不对吧？他在打车。招紫打什么？打红打紫嘛？大红大紫。大红大紫啊！大红大紫。行了，就是这么点事儿。谐音谐到这么谐吗？没包袱啊！这叫就是打红打紫啊。这是他跟投资的大哥说的。你电话里说的我都明白了，现在意外爆发，节目彻底凉透，我必须要捞回血本，不然没钱掏救援费。你们就自生自灭吧，大哥，我有招了，直接原地改版成惊变7日生存大直播，我绑也要把这些人摁在这7天。就是直播，说对了，生存大直播嘛，你看嘛。直播策划首先按发电量抢物资，精准引爆物资矛盾，打造勾心斗角的精血。爱丽丝屯给我们空降了外星人维 C 水，必须按劳分配。单车发电，第1名5瓶，第2名4瓶。第2天暗戳戳搞坏第1名的设备，反手甩锅倒数第1。我第1天明明拿了第1名，为什么我第2天就拿倒数第1了？他的笔就在我这个下边卡住了，给我弄了。我的钢笔是真把它借走了。第3，抽签送人头，逼人去异怪群里掏物资，每强惨收播一波怜爱。就是你，有人给我们空投了物资，必须得有人出去拿。抽签抽到了我，所有的签都是写的他。何小马。有人感染，怂恿活人刀报击清异怪。我收到这样一个纸条，我就去了。大牛他就在窗外待着，我就拿了一个灭火器砸到他头上。后来认出了这是真的性质。第5天，诱导全员狼人杀找出感染者，让被怀疑的人当众射死。我们开着会，突然间他就大喊：“大嘉宾，你尿裤子了！”黄色颜料，哎，是不是大裤子的那个东西？第6天，匿名投票搞放逐，人性制造矛盾，舆论骂战，淘汰一人，血赚热搜。投票结果出来了，有3个人投了你，2个人投了弃票。他去到侦探，看到我们都投的弃票，可是真确通知他说是你不能上飞机。第7日，最终逃生日，最大反转，一人感染被迫留下。续集，惊变7日2，横扫异怪，救援来袭，被感染者痊愈归来。绝！这波操作直接封神，明天给你空投直播需要的所有物资，大后天必须开播。1周后3月25日中午飞机来接你们，只能坐5个人。明白，大哥？我家狗能一起上飞机不？它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行，问过了，上机必死。我可怜的小宝。大哥，那你可以再给我空投1瓶鸢尾花粉吗？你要那东西干嘛？吃了不是会口吃和起红疹吗？我自有用处，嘿嘿。我觉得现在得找到鸢尾花粉在哪儿。那就找一找。哎呦，怎么？鸢尾花粉，鸢尾花粉，还真是。来吧，鸢尾花粉含致敏成分，误食将引发红疹跟口吃现象。郑 PD 他说感染的迹象是有2个，一个是口吃，另外一个是有红疹。这个事就是他编的吗？看一眼啊，这个里头颜色紫。这还有茶哎，没有喝完的茶，紫色粉末。紫色粉末是鸢尾花粉吧？鸢尾花粉是吧？对，他是喝了这个。有没有可能真是自己故意？因为他还有一个续集，惊变7日2，他想让自己先变成一个被感染者，让你们把他扔在这里，然后你们走了，然后呢，回头他再拍个2，他痊愈了，然后回去他又有话题。不是他自己，我觉得不会那么反抗的说我没有感染。当时我们把他抓进去的反应，他的反应一定不是自己要用，是吧？对，我的要用的那个，他又百口莫辩，他又不能说这是我想的假的。但是你这样说的话，他并没有让谁出问题。对啊，他16号就要了这个花，
然后呢，又让你去把那个东西拿回来，且只有大师口吃的原因是他天生的。除此之外，还有过症状的人只有真自己。因为他到最后一天才出现了这个。他是你被淘汰了，然后让大家同情你，然后争论，然后最后一天他要用这个去给一个人用，给一个人用了之后呢，就反转了，那个人就因为他感染了就有座了啊，然后就把我又换出去。对，他淘汰的那个人就留下来了，然后最后大反转是后来异怪打光了异怪来救援这里之后，发现那个人并没有感染，他痊愈了，他再回去啊，不能在之前用。之前用了就没有星星昨天的戏份了。明白。就是说，本来他是要早上用的，但是结果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给他晚上提前用了，对不对？对，就有了这个全方案。任何一个人来到他房间的人，只要看过这个方案，就完完全全可以用他的方案来整他。就是凶手知道了真的计划，然后利用真的计划把他弄死了，对，反而弄死了他。所有进过这屋的人都有嫌疑，都有可能能看到这个。那就是谁进过他屋？我进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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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进过吧？拿他那个拍我要挟我这小视频啊，都来过，不但进过，都还翻过。对。那还有什么要去看的吗？咱们还是得去仓库看吧。我觉得也要，是仓库吧？要去仓库。100%，我们想明白。哎，现在你是不是都能刷开了呀？你的通行卡？不是，他应该，哦，是，应该可以了吧？你这个全卡通真的是，这是1层，不行，你刷不开啊？还是打不开。我们要坐电梯上去。1层到了。不是，侦探，你来这儿是想看什么来着？我就是想再看看那个通风口。他人是可以爬进来，没有错，肯定能爬进来呀。哎，喂，啊，你干嘛呢？变丧尸了？你是变丧尸了？每个人都很想演一遍这个啊。丧尸 baby。哎，我是，哎，开了，可以了，方便多了，这样就能开了。那个门打不开啊？啊，对，早上是打不开的，等于他还做成了一个密室。是这样的，他的死肯定是做了一个延时装置，对不对？那么他一定这样椅子的作用就是让他坐在这里，绑上。那么这个绳子一定是连到我们的电梯。他利用那种滑轮的原理，就是将那个意思，就那个电梯慢慢把它吊起来了，所以他就是在那2分钟死了。也就是在我到来之前，而且他吊起来的时候，一定是他是昏迷的状态，对吧？对。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根线其实是跟那个电梯有关系？对，他这个装置一定是跟电梯有关系的。我觉得也一定是跟电梯有关系。对。不是，还用一个什么样的延时装置可以让它在10点的时候能够出现在这儿？而在9点以前，他必须把这个人藏到地下1层去，因为9点到10点，狗已经在这搜了。走，我们回去吧，我们去讨论，今天讨论了。来吧，我们开始。我刚才大概捋了一下，我自己画了一个图啊，我想大家帮我解一解这个图。好，可以投上去吗？接收。哇哦！哇哦！哇哦！你画了个啥呀？这挺好的，可爱。我觉得画的特别好。好可爱呀你！
我觉得画的特别有感觉，我一下就看懂了呢。你看懂了吗？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就是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是9点10分到10点的时候，是你们必须在发电，就等于你们必须要发到10点，它才能启动电梯。这个是铁定的时间嘛。扫描的时间是10点整嘛，10点05是我们坐电梯的时间嘛。对呀，10点10分我们进仓库左右。对。然后这个是电梯嘛，我们要下楼梯，然后坐电梯，那这个就是 B1，这个就是1。那所以这个人当时怎么在这儿，怎么到那儿去的呢？就这个好迷惑呀。来 B 啊，这个人来。这窗，他从这爬进去，给他喷晕了，把他放在凳子上绑死。好，然后那个电梯一动，他就起来了。啊，对，是不是大概这样嘛？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吧？啊，咋了？你这大吸气，说，你说，你什么你都可以说。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大电梯啊？他的意思说，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儿。不，他是说整个是一个电梯，是不是这一整个都是电梯啊？只不过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库房了。哦，对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的耶。就是这是人梯，这是货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你可以去试验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待会儿在那边的门口，另外一个从那下面看。对，我们要去看一下。来，我来说啊。首先第一点，要解释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电梯要费很大的电，所以我们从9点10分到10点要去发电。对，是可以运送这个电梯，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电不足能不能开门？运行没说。不，他不用开门啊，这边也有门啊，这头也有个门啊，也有一个门，我们是打不开那个门，你们记得吗？今天早上我们其实想从那个门进来看他的情况，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发现门打不开了。他把这个电梯降下去了嘛？如果从这门一打开，它不就是一个空的了吗？变成一个电梯井了吗？这个电梯现在是电梯井，所以它的安全措施是它不能打开。对，我们开始打不开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那个电梯或者说整个仓库在这儿，他在负一层呢。对，他在 B1 呢。B1，所以你从这儿是打不开的。对，他在 B1。啊，然后我们进到这儿，用这个门打开了这个空间，然后我们按上的时候是他跟我们一起上了，上到这儿了，平移的嘛。所以欧这个图画的非常对啊，就是感觉全对了。对，对，对，这个非常厉害，是这个意思吧？那他做的就是他在9点以前，他要把整个仓降到下面来。哦，我们要去证实一下。我觉得是有的人在电梯那边，有的人要在这边。走。现在有一个人进去按电梯，让他下去。这现在能进去？不。对，这能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真的是。有几个坐那个电梯，有几个在这儿看着。那我去下面。是啊。我跟你去。好。我可太想看这边这一幕了。我也想看。那你们等一下不嫌麻烦的，可以让我们俩再看一次吗？可以。所以咱几个在这就看他会不会往下降。现在咱就看这个窗子就行了。其实看的就是这窗子。对，看它会不会变化。哇，好高级，实景的乐趣来了。好高级，好高级。下轿厢。
我们这边打不开了。注意，当电梯停靠该楼层时，电梯门才会开，它应该降下来再开。蓉，你们下来呀！那我下去啊？我跟你去吧，我跟你去吧。可以可以。变了吧？哦，对了，对了，小他们变了吗？全对了，就是你们以为那个样儿，自挖完了，来，就是你们以为那个样儿，特别对。多了一个门儿，啊，多了一个门儿，一模一样的门儿，另外一层哦，有一个门哦，所以我们在下面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所以有门，这儿有门。负一层到了。哇，太绝了！我们摁1，我们再按1就好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来了， 1层到了。现在上来了。对啊，换你们，换你们，该你们了，让我们看一次。这么换味儿呢？你们摁吧。负1吧。哦，哇，他就这样下去了。哇，哇，天啊，太酷了，好酷啊！这个设计太牛了。没见过世面，我们都见过一回世面了啊。哦，这依然有一个门，这是个假的。晨晨能想到这个真的太牛了。你这个脑洞开的超棒，超棒，超棒！因为我之前在想，它是不是一个交错的电梯，就是它是对向。这个绝。但是直到那个看到欧画的那个图的话，它放在凳子上绑死，然后那个电梯一动，它就起来了。10点到10点10分的时候，就跟着我们从负1层瞬间来到了1层。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同步的电梯。太厉害了，还是他图画的到位啊！他就是把这个划了一个小格子出来。哇，太狠了！哇，当时如果我们站在这儿也能看着，还有一个这个视角呢。哦，从这能看到这个整个啊。哦，这也可能看到。 1层到了。所以这个道理就是一定是从这边过来进来，然后绑在这。死者死亡时间1个小时之内，死者他是怎么在活着的情况下吊在上面的？走吧，盘一下他怎么弄的。有人能想到吗？他用什么方式？就是9点前把它挂上去，然后死在9点10分以后。你看他绑他的那个脖子的那个线是根电线，然后一头是绑在他这儿，对吧？另外的一头是在天花板上面，就是一个那个板子的一个边缘拉上去的。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那绳子怎么变短的呢？唯一可用的也就是电梯了。你的意思是通过箱体的上下去吊它是吗？哎，会不会是它是通过那个通风管道这么来吊呢？因为那个绳子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它到底是绑向的哪一端。我想干一件事儿，我想拿那个梯子去看一下那个绳子，我去搬一下去试一下，我忍不住了。你要看啥呀？我要看那个绳子到底绑哪头。对，你说黑色的那个吗？对呀，它上面它是怎么绑的？黑色，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说它露出来了，它到底是绑的是哪儿？对，我觉得我们去看一看吧。可以看。走，我拿一下梯子啊，你们等我。帮他拿一下梯子。你可以吗？他才72岁，
他才72岁，正是闯，正是闯的年纪。我可是那个骑自行车第1名呢，我中气十足，我老当益壮。这位老当，快过来！这个老当来。我们之前一直没注意这事儿，你知道吗？哦，你知道吗？这东西是能拉开的，这行吗？对，挪开。不行，可以是一个那个挪开你。可以，哎，这个你给我挂好。哎，可以，但我得摸。必须要把这个箱体完全往下降下去，再摁一下是吧？就再按一下，把这箱体降下去。好，必须人上去，我自己摁一下可以吗？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这慢点，你注意安全，现在不要动。注意安全，别动。我的天哪，这儿有个啥？哇，这个上面完全可以上来的。他有了这个，他上到轿厢上面就很容易了。你们都可以上来，因为这空间啊非常大。因为这上面就是1层，对，上去就是1层的那个门。但不用那么多人上来，其实没事，你们给我一个镜头就行，给我一个手机。它这挂在哪儿的呢？我只想知道那根拴着他脖子的线从哪儿来的。它这儿挂在哪儿的呢？这是最重要的呀。就是这儿。哦，找到了，来，找到了，给我手机，就是这个地方。它挂在轿厢上，然后留了空间，到最后一刻才把它挂死。来，仔，好，来，我录像啊。就是这么长的线，对，有这么长，它往下降，它有一个空间，它就好。这上面是这样的，朋友们，这上面是这样的啊。我们还得下去。好，我下来了。你小心点啊！好，你慢一点，我知道，我会很小心的。慢点。我们这群人也真的是没皮没脸的，让一个72岁的人先上去了。我们走了。 72岁现在有点难。爷爷，我们走了。你慢点啊！我可以。慢点。淘气老头。哎，慢点。好的，没好着呢，好着呢。啥样？我看挂一个挂钩，挂在那个上面。他是把这个绳啊绑在这个两侧中间的，给他喷了那个药，然后把它绑在那个椅子上。那电梯一上的时候，就这么就蹬上去了，就能挂死，就正好到这个位置。哇！就是这个上去的时候那一下，那还原了，很棒！哇，很棒！72岁老头儿，我们上去吧。对，我们再上去吧。 现在我们上1楼啊，上1楼。哦，这不就看成过程了吗？你看，就是这个扯的过程，看到没有？越来越往上了，看没有？越来越往上了，越上越紧。你看，升上去，哎呀，所以其实我们下电梯的那一刻，就是他才把他挂死的。真假的1层到了。 1层到。等会儿，那就谁摁的电梯，谁就是凶手。我的天哪！谁摁的电梯？是谁摁的电梯？这积极的我。对，谁摁的电梯，谁就是凶手。谁摁的电梯，谁就是凶手。调监控。什么？你。 走，那我们回去吧。啊，回去吧，走。哇，好棒，已经完全还原了，太厉害了，太厉害。这谁想？晨陈和欧，晨，先是欧把它画出来了，没有，我就是，然后陈把它解了。对，欧画出来的。哦，4楼已经坏了，电能储备不足，蹬自行车去吧，快！ 因为系统维护、当前数据更新，截止至25号上午10点，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哦。也就是说，我们10点以后再用过多少次，它其实没有记录，它只记录我们来之前。这个25号用了1次电梯，就是他用过1次嘛，他把它降下去了嘛。但是3月15号用了2次， 3月15号用了2次。
那就说明3月15号这件事是不是被人看见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肯定是被人看见了。3月15号即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了。哎呦 ，very good， 厉害厉害 ，good good good， 太牛了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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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很棒啊，高能高能高能。这里要重点表扬浩浩，他坚持要去看一下。真的是，重点表扬晨晨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教训。对。但是如果没有欧画出了这个图，琢磨一下吧，咱们这个时间线。凶手想好了这个杀人的计划之后，他要做的事情，首先他要在昨天晚上9点以前，再次去到甄的房间去给他下药。然后9点钟开会，甄来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了这些反应之后，我们就说把他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呢，甄就自己一个人坐着那个椅子待在了仓库。于是呢，凶手就通过跟甄类似跟他聊什么天的方式，让甄接近他，然后喷晕了他。还有一点，这个晕药啊，只有5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他要拿捏好这个时间，他要在这个5个小时之内。首先，他要从工具间拿到梯子，还有挂钩、挂环和电线。他要去到这个电梯里，把轿厢降到负1楼。他要系好这个绳子，同时爬上去，在轿厢上面做好这个操作，然后他出1楼，回到了自己房间。他还不能太早弄，就是卡着5个小时，对这个点弄。如果真早醒了，他还会求救。是的，他醒了就不行。早上5、6点之后才干这个事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做的事情是9点钟跟我们一起发现开不开门，对，然后9点10分和大家一起到10点钟去踩电、骑单车，同时等踩完电有了电梯可以用之后，在电梯升起的那个瞬间，其实这个人被吊死了。对，所以10分我们发现这个甄死在仓库里面的时候，侦探去摸甄还是有体温的，一定是在1小时之内。这是他的一个完美的计划。是。他这晚上可真忙哦，那就看谁能早起。也可以晚睡是吧？就熬一天啊也行。然后呢，凶手是他先要去甄的房间了解整个计划，他才知道所谓的口吃和红疹是假的。与此同时，他得提前知道轿厢的这个秘密。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那么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急切的一个杀机。凶手必须要满足他是15号之前已经到了这里，且看到过15号的那个电梯的整个的这个装置，他才有机会在今天动手。大家得说什么时候到的这个地方。首先，因为3月15号的时候，这个用了2次，15号之后也没用过这个电梯，直到今天才用的。所以其实3月15号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发现这个电梯。所以其实是15号那天到的人，或者到之前的人，肯定是知道这个电梯的存在的。15号之后到的人跟这事儿完全没关系。何小马是16号来的。你是16号来的？对，我确实有15号，他才发给我要我来的记录。他就是16号的时候，何小马才到。我觉得还有一点。大牛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大牛跟小马关系很好的话，有可能大牛跟他说过电梯有问题。有这个可能的，是有这个可能的。确实，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考虑啊。但是大牛确实没有告诉我，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箱体的工作，我也没有途径去看到。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发生意外，大牛走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5号之后。如果说大牛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只是跟他说了一嘴，他就能这么精准准确的把这些操作都给做出来。对，我觉得何小马在目前为止在我这儿还没有那么聪明，
是这样的，这个人一定要亲眼看到。对啊，转述是没有办法去。对，他如果转述了，我是不是得试一下？是。另外还有一点，我的身份跟大爷比较相像，我是纯群演，我并没有去接触工具间啊、仓库啊，我没有这个资格。作为一个群演，我可能都没去过那。确实，有可能你没有必要去那里。是，对。反正我觉得暂时是可以把它排掉的。然后大嘉宾是15号来的，我是15号当天来的，那就行。那就行，这就进了一个是吧？能赶上就行。赶上了，赶上了。远远的在门口就看见他在用电梯嘛，可以。嘿，你说这赶上这巧，这可是真的是。但是我15号那天刚来，然后就能赶上这么大一个工程，正好被我碰见，然后能发现这个上下的这么大一个机关，我觉得时间上来说，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太近了？而且他其实不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些部门人员、工作人员，他其实不太了解这些工具箱那些玩意儿，他搞不定，对不对？他怎么去搞呀？对对，就对节目组环境不了解。对。然后剩下是我跟那个你我还有郝大牛、魏、真 PD 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对，从11号到15号，我们都在这儿。其实我们工作人员都可以指导。除了这个时间，还有其他东西能排吗？你们都去真的房间是什么时候去的？24号中午，他是4点15发现的那个信息，他是12点。到了嘉宾是几点？晚上9点之后，他被大家弄走了，我才去的。你去干什么了？我去拿 U 盘呀，拿那个 U 盘。之前他不是要那个？那你也排了？晚上9点太晚了。他中毒这件事情就是计划已经是在前面了，里面的嘛。对。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确实大家是可以排掉的。还有一点，不管他是在什么时间点拿到的这个 U 盘，他都不产生杀机。对，因为如果他拿了 U 盘，等于对方要要挟他的东西在他手里了，那他还杀他干嘛？对，我主要觉得大没啥那个动机，我觉得他的杀机不是很明显，对，不迫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讲我的感觉啊，我觉得和在我这儿呢是比较做好的。那我做的好吗？你怎么做的好吗？我没问错，对吧？他说和是做好的，我说我做好一点，sorry，是端正。我做的好不好啊？那我做的还行吗？大呢，在我这儿呢，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急迫性。确实，我觉得是迫切性，因为马上直升机就来了，不管是怎么样，都能走5个人。美根就是谁那么迫切的非得让他今天就得死在这儿，并且这个人一定要出去。欣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马上要被遗弃在这儿了。而且呢，他也知道是真搞的鬼。魏是因为贪污，他要面对无期徒刑，而且这个只是真的一个计划。对，所以只要毁掉真，他就能够脱身，安全。浩浩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孙子报仇，也不至于报仇，他道个歉就行了。我觉得我姐夫要给我道个歉也可以。你这么说，他跟我道个歉，把我加上也行，我也可以接受。这不是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这也可以的。因为我孙子也没性命也没有说有问题。对。如果说迫切性的话，浩实习他的孙子碰到了职场压力和霸凌，然后导致了抑郁症，生活不能自理，然后他就把他给杀了。我是觉得也有点，这有点牵强。我犯不着把自己的这个余下的生活给毁在这儿。确实，你这个是有点是。
我想提一个思路，你说。刚才有一个点我一直在思考，就是从恨这个角度，浩这儿，真的那个房间里不带他上飞机，不是他写的。真 PD 收。我发现自己被感染了，你们5个走吧，刚好我还能陪小宝泡实习。你感染了？啊？我没看见过。那个玩意儿的目的和指向性是什么呀？其实是真的，最后的那天大反转是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对，哦，那如果他看到了这个，他会杀人吗？我肯定要想走，我还是会想走的。我孙子还在家里呢。对啊，你杀了他，他不我把他留在这儿干嘛？对啊，我就想知道真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写的那些。对，就这个。对，最大反转，一个人感染被迫留下。横扫异怪，救援来袭，被感染者痊愈归来。如果他看到这个的话，他会知道最后真即便是留在这儿，不会死，也不会死，也不会死。他不是把真留下而已，他要把真杀死。杀死，一定要杀死。现在的凶手就是不能让真走。我们现在是认为凶手是看到了这个，对吗？对，一定得看到，因为他得知道，他才能用鸢尾花让他有那个口吃跟红疹。那就没我事儿了呀。我看到了这个计划，我就更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因为死的肯定不是我，我肯定能上飞机。是你不用死，但是你会有那个背那个锅。背锅的这个事情已经捅出去了。如果我想解决这个事情，我不能杀真，只有真知道啊。然后你会很容易接近他，因为你每天都要送狗给他抓，然后你还可以完美的给他下那个药。对，你的时间其实接近他很容易。是，如果我发现了，那我整个计划我全看下来了。你就对我用鸢尾花不重要，我也不会变成丧尸。你不用知道啊，你不用知道啊，他没有发现计划，他只是发现了鸢尾花粉，他知道他要最后被留在这儿的。我只发现这粉啊。我懂你的点，就是这个人并没有看到这个计划，但是他只知道那个电梯和鸢尾花，他就用了这个方式，也合理呀。其实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设计，就是有可能借这个计划，他一定会全身而退。我觉得我用心理分析师的一个角度，我回头看新的人物的这个心理，我觉得以一个人物心理，包括他们这几个人是说如果我是为了报仇的话，包括我是为了报仇的话，当然想要做一个完美的计划，不被发现最好。但如果最后发现了，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就是确实我就是要杀了他，我必须杀他，因为就是要报仇。但是星星的人生和他的未来对他来讲很重要，他要做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就是想我可以脱罪，我希望不被发现。我们现在觉得没有人看过这个计划。因为看过之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完完全全可以不用杀人，拿出去公布于众，这个真它就够了。那么如果没有看过这个，谁的杀机会更强烈？首先呢，他就回来了，因为他不知道他最后会痊愈归来。他如果在他的房间里看到，哎，我感染了，怎么样，然后又看到了这个鸢尾花，他就会知道他用这套方法对他，然后最后让他留在这，他就必须杀掉真。等一下，那个东西确实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把它拿走呀。我放在那儿干嘛？等着大家坐实我这件事情啊？等着大家发现我这件事情吗？24号的中午，我们才挨个这几个人才去了他的房间去搜东西，是吧？所以按那个时间点的道理来说，如果我已知了这些事情了，我要干这些事儿，我还不拿走这东西，我把它当做一个证据，等着大家来搜，我疯了？能合理。
其实就纠结他俩，是陈在我这儿其实因为也洗不干净。现在需要满足掰扯清楚的2个人就是他们俩，都需要跟真掰扯清楚这样的事儿。在我这儿呢，信息你稍微不做好的原因是，真给你的那个信其实是明确讲了说，虽然很抱歉，但结果只能这样了。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告诉你说你不能走。对。那如果心没有看到的话，他不知道有人换他，他觉得自己要死在这儿，那真的有可能要杀了啊。对。我其实就是我拿着5张空票，发现大家都很善良，没有一个人投下去。对，我为什么不能先问一下大家呢？我为什么要选择先杀死一个人呢？对吧？但是你后来也没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不是，因为他都送进去了，那无所谓了呀，反正明天我们就走了。就正好5个人嘛，也合理，对呀，是吧？也合理。还有一个点，我刚才想了一下，我有一个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债的事情。现在把他杀不杀死，这钱是不是都得我还？他现在死了，我连变的几率都没有了。我出去之后，我使劲挣钱还钱吗？然后我一个人出去说这个是公司嫁祸给我的，那就死无对证了。你玩这么高呢？自己报？对，我没有杀他的迫切性啊。他出去你就无期，因为他只是拟了个草稿没发出去。但是如果他活着，他出去的就发出去了，因为这个节目组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不，我也不能把他杀死在这儿，然后那到底谁来背这个锅呢？那是不是就得我来背这个锅了？因为这钱没在我这儿啊，我不是杀他是我的首要选择，我肯定跟他掰扯清楚是首要选择，对不对？交易的记录在他那儿，其实你是可以洗脱的，对，你不用替他背这个锅，因为钱过账其实是可以查清楚来龙去脉，除非说他这钱就是我帮他黑的，然后他要死在这儿才行，对不对？钱也没在我这儿，我都不知道。魏老师，如果说这一集就是高光且这么就逃脱了，我发誓这个月我大拇指都不放下来。上什么节目都第一句都是这个开场白。我大老师大张伟介绍一下自个儿，魏晨太棒了。那你们去投吧，加油！好运，好运，好运，好运！收3艘啊，3艘，好。Hello， 我来了，我是个小倒霉，我是个1号小倒霉蛋。我先来投票，好的，投给谁呢？哎呀，按照刚才的这个逻辑分析，我只能投给他。第一票就大家祝我好运，加油加油！辛和魏，他俩呢情况都很像，他们都有欠钱，也都被背了锅，然后呢也都有被真这个威胁过。魏这呢还有一层呢是给这个姐姐拍到了他出轨小三儿的证据。辛这儿呢除了有背这个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这个锅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被冤枉了，就是说大家投票是投的他，不让他走。经过了2搜，以及后来我们发现跟找到了凶手应该是怎么样的杀死这个真 PD 的时候，我只能把这票投给这个人了。现在是剩3个人，不是和不是大，然后浩是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然后他就说如果那个纸条他就会拿走，现在就是辛跟魏中间。哎呦喂！其实最后缩圈缩在了我、魏和浩这里。从我的角度来讲，确实，浩实习他那个纸条留在房间，如果是他的话，他一定会拿走，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站得住脚的。那么刨去我之外呢，就只剩下魏可以选了。那他首先要面临一个终身坐牢的危险，还有他跟姐姐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会选择魏这片。
从时间节点上来说，可以排除何小马、大嘉宾，剩下的就是好实习和新技术。好实习，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知道他是留在这儿的人，而且他又知道鸢尾花粉的作用，他就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针留在这儿。新技术，我是觉得他可以利用真畏罪自杀的假象，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洗清，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杀了真。那这两个人，我更愿意相信是他。今天这一案凶手挺难的，因为凶手其实要满足很多个条件。我比较想投给这2位中间的一位。那魏呢，因为真冤枉了，他可能要让他判无期徒刑。辛呢，确实因为真直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明天一起上飞机，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他的，把我今天的这一票。耶，辛苦了！有一种今天真的模糊不相预感，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11季第6案中，准备好大拇指了啊！谁是杀害真 PD 的真凶呢？已经准备好大拇指了。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Everybody， 获得0票的玩家是大嘉宾，是何小马，以及好实习。天哪，集中在他俩，集中你们俩。最后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了，扯闲天来着，新的变化，新的变化。新技术和未制片互投了对方，为了要扳倒对方，不留余力。欧心理、荣珠宝、大嘉宾、何小马、好实习都投给了因为其他的人都有不那么急迫要动手的理由，新的理由会让我觉得稍微的模糊。谁会在这个时候被恨引导到要用这个方式？那么我觉得，一个是有可能以为自己第2天真的会被留在这儿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要为他背锅的事情。那么心在我这儿，我觉得恨是最强烈的。我就是老觉得最顺理成章就是心，因为已经跟他说了，他是唯一不能走的那个。他后边肯定会做很多的事情，让这个事儿不要发生，然后再来个双保险 ，double check 一下。新呢，确实就是它的紧迫性很强，因为不可以明天一起上飞机，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他的，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去真的空间看到了鸢尾花。其他的几位呢，在整个摄制组里面都不是技术工种，就只有新他会接触到技术。那这个看监控，然后包括发现这个装置的可能性，确实它是最大的。我决定把我今天的这一票给新。新技术6票，请进铁笼。这集我干过呀，是不是跟上一次有点像？还不知道结果呢。是不是跟对？也许你是被冤枉的。有可能是晨晨，对，也可能是你。咱就是说，太厉害了，这大拇指啊，绝对的。高光迷了眼了，是不是？如果是他，真的被他的高光迷了眼，对，高光迷了眼，脏到我们了。来吧，来吧。新技术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 ？No。接下来我宣布，我的朋友们，本案检举。
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新技术。成功。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气坏了，气死了。我真的想脏着玩，但是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出来说那个是电梯，你们不会信的。我今天一天都在纠结，我要不要在适当的时候说那是一个电梯，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突然间说了这个的话，大家肯定觉得说他知道答案。不，但是不是，我想问你，他说完之后你崩溃吗？你在那边？我就一直在纠结，就在我左纠结右纠结的时候，对面的一个声音说那是一个电梯。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大电梯？然后让我更崩溃的是，那边说完之后，另外一个少年说我要上去看看。我想干一件事，我想拿那个梯子去看一下那个绳子。我是七旬老人。哇！别人说，如果你真的你说出来，可能我们就不投了。不可能，没有，你真的可以借着，因为欧的那个图太天然了，画的就是一个。对，但是因为我在这个盘这个手法上毫无贡献，突然间整出来这么大一个贡献，我觉得很突兀。懂了，你不够自信嘛？对。啊，好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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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精彩，精彩！今天真的很高能，给大家送上徽章。晨晨真的太厉害了，祝贺！谢谢，谢谢，祝贺啊！祝贺！祝贺！哎呀！你的关键性证据是什么？对，无法去搜一个关键性证据，我没搜到。虽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搜出什么来，但是因为确实你在我心目当中有一些疑问是解不开的。它会藏在哪里呢？如果它有一个关键性证据。时间到，请离开现场。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我捏那个鸢尾花粉的那个纸巾，上面有擦的那个粉。我确实找到了一个纸，上面有一点东西。精彩，精彩，精彩，精彩！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感谢外星人维 C 水，谢谢，谢谢。华为 MatePad Edge 探案神器，鸿蒙2合1平板电脑，案件分析一切全搞定。感谢华为 MatePad Edge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小布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谢谢，谢谢。那我们呢？是直升飞机要来了，是不是？对，舒克，哎，投送了，又有投送了。那个谁，那个救援，反登机牌了。哦，投送。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刚刚接到金主的电话，他说他看了直播，觉得你们的探案过程太精彩了，想要帮助你们，他留了一段语音要我发给大家。好，还有语音。我是张贼帅，我派大飞机来接你们了。嘿呦，谢谢您嘞，谢谢张哥，你派一下张舒克来多好。直升飞机，我这个能上飞机吗？能，他这也调走。他说了大飞机。我跟张嘴帅说一下，走上飞机吧，走，我们先上飞机离开这里。我们先上飞机再说。我们要出了这个地方，出去再说你的事。来，走吧。那个惩罚都是在外面的那个贪污的，也一块儿啊。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邀请到了我们几位老朋友，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肖丹法官，欢迎两位。小齐好，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欢迎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一斐教授。大家好。本期合议庭我们就将会关注职场生存、直播乱象、私生代拍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综艺节目《前任们的恋爱》录制当中忽遭异怪袭击，而总导演甄 PD 假借隔离观察之名，对剧组工作人员展开了秘密的为期7天的求生直播。在危机面前，人心惶惶。甄 PD 为了自己坐上直升机顺利离开，在投票中暗箱操作。新技术得知自己不能被直升机救援之后，发现了甄 PD 陷害自己的真相，最终将甄 PD 杀死在仓库当中。从法律的角度，如何给本案的凶手新技术定罪量刑？我们请法官来给出一个答案。从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甄 PD 呢是暗箱操作投票，内定呢新技术不能得到救援。新技术呢，它本来可以通过揭穿或者说控制甄 PD 等其他方式来避免危害，但是它仍然实施了故意非法剥夺甄 PD 生命的这么一个行为，也就是谋杀行为。显然，他这个行为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当然了，有些观众可能认为他是不是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我们要注意，这个里边它不涉及到紧急避险或者正当防卫的法律要件。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故意杀人行为。根据我们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对新技术呢，我们应当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呢，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当然了，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里边呢，甄 PD 毕竟是属于有过错的被害人，那么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这么一个因素。本案当中，众人在职场里的生存困境也值得我们关注啊。甄 PD 屡屡否定了高龄实习生好实习的设计，却不给他任何明确的修改方向，还让他在本职工作之外去做照顾宠物等一系列的琐碎的杂活。而好实习的孙子也曾在甄 PD 手下实习，因为他的贬低和压榨患上了躯体化障碍。诸如此类的职场 PUA 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少见。那么在现实里面，职场 PUA 的具体表现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般的这种职场 PUA 呢，主要表现就是通过打压和贬低，让下属呢产生这种愧疚感、负罪感，从而呢就实现对这个下属理所当然的压榨。比较典型的有，比如说打压型，就是通过这个公开啊或者私下的一些场合进行这个羞辱啊等这种言语的攻击，持续的否定你的能力啊、成果啊，来打压你的自尊。还有这个就是精神控制型，就是通过这个混淆是非，制造你的这个愧疚感，或者是不让你参与核心工作，教唆这个同事来对你进行孤立。还有呢，就是最近表现的比较多的这种情绪绑架型，就是对方的情绪不稳定，对你这个忽冷忽热的，然后让你就时刻紧张，从而呢产生一种讨好欲。那面对这样的职场 PUA， 我们一直劝各位要保持清醒啊，以法维权。但是在职场里面，有时候上级对我们的批评，他可能的确是出于好意，也的确是为了培养你、锻炼大家的能力。所以作为职场人，我们应该如何分辨自己的遭遇到底是领导的有意压榨，还是一个上下级合理的培养的关系呢？我一直是说，咱们不要轻易的用一个标签去解决问题，标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与其去指责我的领导是不是对我 PUA，也许我们第一个能力是要去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领导的观点。比如说，领导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怎么交给你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你每次都让我很失望？你会发现这一系列全是观点，它都是对你人生本身的攻击。那他这样的批评对你来讲是无效的，因为你并不知道怎么做。但领导告诉你说，这个工作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你开头要怎么做，后面要怎么做，你为什么又把中间这一步给跳掉了？你会发现他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个行为。所以不是轻易的去区分领导到底有没有 PUA 我，而是我们跟领导的沟通要回到事实本身。其实我们回到事实本身，才能够真正的既能保护我们的权益，又能让我们在职场有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动不动就他 PUA 我了，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要跳槽。
在职场，其实我们并不让渡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让渡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权利、劳动的这些职能，我让渡了我的体力、智力，但并不意味着我把我的人生的这些权利让渡给你。所以我觉得更有法律意识，更能区分观点和事实，可能是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方法。这的确是一个不能以偏概全或者一概而论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在职场上年轻人们真的遭遇了 PUA， 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让大家时刻知道说有法律站在你的背后来帮助你？我觉得第一步呢是合法取证，这呢是我们所有维权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保留这个工作的邮件，还有对方进行辱骂的一些录音录像啊等等，或者是因为这个职场 PUA 导致抑郁的病例啊等等。第二步呢就是内部投诉，但是投诉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具体的行为、证据和诉求。第三步呢就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遭受的这个 PUA涉及到了侮辱啊、诽谤等侵害人格权的这样一个状况，并且情节严重的，也可以到法院起诉。那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年来00后整顿职场这个话题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但是近年来这种现象似乎又开始不再那么普遍，更多年轻人逐渐学会了适应职场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认为是某种无奈之下的妥协。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在这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00后整顿职场呢，它是伴随着一些过激的手段，但是呢，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隐性的成本。很多年轻人呢，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逐渐意识到，一味的对抗呢，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啊，他们就放弃了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维护。很多年轻人呢，他是逐渐学会了通过书面的沟通啊，保留证据，或者是再通过这种工会协商啊，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啊等等这种合法的渠道去维权，而不是这种直接当面的激化矛盾。我觉得这其实是对这种法律维权的这个路径更成熟的运用，不意味着他们就妥协。我自己是觉得网上有关00后整顿职场，其实跟现实生活中差异还是蛮大的。没错，首先呢，它没有那么的夸张，大部分的00后在我眼里还是比较的愿意去配合工作的。但同时我们也的的确确看到00后他成长于一个强调自我表达、强调个体独特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很多的个性特征是有比较强的保护欲望的，而并不是说我成为一个职场的人，我就要变成千篇一律，完全变成一个职场的工具。但反过来，我也跟很多年轻人讲，职场有其本身的规律，职场并不是你体现你独特性的一个场合。我经常跟年轻人开玩笑，我说这个花钱可以体现你的独特性，挣钱的时候不太能体现你的独特性的。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是这么慢慢成长起来，有成熟的这个所谓的职场的生存智慧的。不是00后整顿职场，是年轻人刚刚进去的时候都充满了各自的这种独特性和想象力。只是呢，很遗憾，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职场最后还是让我们变成了个成熟的，可能你讨厌的那个大人。但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职场发展的必经之路。那我们再看回到这次案件里面，真 PD 为了追求流量，策划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异怪求生直播，最终却将自己送上了绝路。那从法律层面来看，真 PD 的直播行为又会触犯到哪些法律规定？真 PD 呢，在众人面前编造隔离指令、封锁信号，他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欺骗的手段，来限制了团队人员人身自由长达7日，而且呢，通过编造异怪感染的谣言，你看这里就已经是精神欺骗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众人呢进行精神胁迫，已经符合了我们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激进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当然，如果情节严重的，量刑还会更重。那么此外呢，真 PD 呢未经他人同意直播他人的隐私的场景，而且用于商业牟利。从民法上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种侵害他人的人身权、肖像权的这么一个行为。同时呢，因为他的直播范围很广，牟利金额巨大，而且他是通过这种异怪直播的方式，显然是严重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根据我们刑法第253条的规定呢，还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规定呢，是可以判处3到7年的有期徒刑。当然了，
现在我们讲这个直播乱象很普遍啊，大家都深恶痛绝。那么很多直播平台啊，乐见其成，甚至是推波助澜，甚至有些直接下场来帮忙。我们从这个案子来看呢，直播平台主要是没有履行了审核的义务。那么根据网络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它应当被处以相应的罚款。那么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被暂停相关的业务，也就是说暂时停止它的资质。那真 PD 的极端行为令人发指，但当下直播行业也会存在一些无底线的炒作现象。那么像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直播乱象，会带来哪些的危害，以及如何从更多的方面或角度去进行破解？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层面来讲呢，这种直播呢，有可能直接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侵害。就像本案当中真 PD 的直播就出现了这个非法拘禁他人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类严重的情况。此外呢，它还存在传播不良价值观的风险，败坏社会风气，让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氛围受到轻视。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啊，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这个创作者，他要时刻坚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要认识到只有自己创作的内容是这个真实的、健康的，并且呢具有价值的内容，才能在短视频的这个领域长久的立足。而在监管层面呢，除了这个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严格执行，监管部门呢还需要加强对这个平台算法的推荐机制的引导和规范，督促这个平台切实履行这个主体责任，优化内容的审核机制，压缩不良内容的这个生存空间，共同去营造这种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对。那除了直播乱象之外，饭圈文化当中的代拍现象也是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在本案里面，新技术也涉及到代拍的行为。而从法律的角度，该如何认定其侵权的性质呢？新技术的代拍行为啊，显然是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对于公民的肖像权呢，我国民法典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那么未经肖像权人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即便是公众人物、明星艺人，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呢，拍摄，关键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出售的照片，那么显然是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权。明星作为公民，他的肖像权也是受到保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应当承担什么呢？停止侵害呀、删除照片呀、赔偿损失这么相应的这么一个侵权的责任。被偷拍的明星是根据法律规定是有权主张每张图片500到5000元的一个范围内寻求赔偿。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尽管私生代拍行为不被公众认可，但这类现象呢却愈发的猖獗。在这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底层的因素？各位老师能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吗？其实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偶像过去是相对来讲是崇敬的对象，是比较遥远的一个他者的存在，而今天我们的偶像更多是你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存在。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杯子上看到他的头像，你可以进到饭店里面去有他的人形立牌。这样的日常的一个体验，就会使得我们在追星的时候的窥私欲会被激发起来。从这几年的来发展，看代拍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商业行为，它的利益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加大对粉丝本身的一些引导，比如说明星的后援会啊、数据组啊、管理组等等，它其实可以发布声明，明确抵制代拍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清楚地指出哪些行为是属于侵犯偶像隐私权的，影响偶像生活的私生行为，并号召大家不要购买代拍图，不传播私生的视图。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强调一下，像代拍这样的行为，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70%-80%以上都是一个所谓的商业行为。所以总体上对于这样的治理，它要纳入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商业行为这个角度来去处理，纳入到了他对于人身权利这样的损害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那么再次谢谢3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职场当中的年轻人在社会和自我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而直播行业的创作者在流量和质量之间面对人性的考验，而明星和粉丝们在保持距离和越界窥探当中学习爱的边界感。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我们生产什么样的内容，答案不在资本的压榨或者流量的喧嚣里，而是在每个个体对底线的敬畏和坚守当中。再次感谢3位的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会，再见。
其实都是在讲综艺的台前跟台后，大量在围绕着综艺前后的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交织和他们的爱恨情仇，在这2集里面得到了一个很浓的体现。可能一些寻常的方案和套路已经满足不了当下观众的这个好奇心和胃口了，就让有一些无良的这样子的班底去没有底线的去做很多利用人性、考验人性的一些这样子的行为来博取眼球，其实让我挺唏嘘的。我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体会到了其实现在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 PD 想要去呈现真实的恶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节目人、电视人都要保持一个美好的初心，想要向观众传递的是你更正能量的东西。我自己是一个电视工作者，也是综艺工作者，为了热点而不择手段这样的人，我是一定不会跟他合作的。我也觉得这样的人呢，其实会慢慢的就会显露出他们的真的面目，那么观众也一定会看出他的节目里面没有真，那些噱头其实也只是短暂的一个喧哗。时候长了，因为大家都是人，有恻隐之心，不会觉得这些东西真诚的。因为真正能打动人的，永远不是完美，也不是做戏，都是真诚。那我其实觉得，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自己比较深的感受就是真实，然后真诚，不急功近利的来做节目，还是一个长远的生存的方式。纵观到任何行业，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的、有底线的、努力的，然后稳步前进的这种方式是更适合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的个体，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受不了这个职场，你就去更加怀疑自己。如果你觉得不适应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个更适合你的环境，或者想办法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它。其实有一些磨难跟经历还是很值得的，因为这些磨难而变得钝感力会更强一些。但是职场霸凌是非常不对的，就是老虐别人，就是总以让别人受伤害显得自己很伟大，然后只以这种方面来凸显自己的这点人格的骄傲，这种人很可怜的。其实在职场当中有更多的好的前辈应该要积极的正向的引导他们，让他们学会真正的技能来造福这个社会，而不是说只是宣泄了自己的情绪给了这些人，让这些人也变得更不好了。每个人遇到的辛苦也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一句加油你是最棒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每个人可以多参考自己手里有什么牌，有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准确的切准自己的切入口，然后能够好好的打好自己手里的牌，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吧。只能祝福大家。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藤密室、长藤鬼笑、异次元密室。法则。